Hello， 大家好，我是崔面宇。听我的故事睡不着，你来找我。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卡洛·奎格利亚2026预言：文明重组的起点到来。奎格利在乔治大学的演讲台上曾经讲述文明的循环、权力的体系与制度即将崩解的一个预言家。从他全部的著作中关于文明与兴衰的逻辑呢，我们就发现2026年呢，正在他叙述的制度僵化期的终点与文明重组期的起点。这之间呢，有 AI 失控、气候灾难、太阳风暴、金融灾难、文明洗牌。奎格利呢，在《文明的进程和悲剧与希望》中指出每一个文明呢都会经历7个阶段：混乱、扩张、冲突、普世帝国、衰落、侵蚀、解体。他提出的不是占星术，而是一套足以解释罗马帝国、拜占庭、日本幕府到美国霸权的历史模型。而在他的理论之中呢，制度崩解呢是每一个文明迈向重组的一个起点。而当制度不再能够满足人们需求的时候呢，新秩序呢就会诞生。而以奎格利的观点来看，世界呢将会在2020年到2025年呢累积疫情的代价、俄乌冲突、供应链断裂、通膨、科技革命以及地缘的震荡，正逼近他最常提到的关键词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呢，他把它放在了2026年。奎格利呢认为，文明的脉络取决于制度是否能够继续回应社会的需求。美国曾经是制度最具弹性的代表，二战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70年代面对的石油危机时的调整能力，还有冷战后成为唯一超级强权。然而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到2016年的川普崛起，到2020年的疫情大爆发，到21年的国会山庄暴动，再到25年的选举撕裂，美国已经明确地步入了奎格利称之为的制度僵化期。奎格利说，从华盛顿特区的国会辩论到加州矽谷的科技巨头，从纽约曼哈顿的金融市场到德州休斯顿的能源基地，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进步党派或者是保守党派，都无法用旧的制度回应新时代的需求了。所以奎格利就说这不是政治的问题，而是文明的问题。而2026年呢，对美国来说将是制度是否能够重组的选择年。他说，克林顿曾在公开的演讲中说，是奎格利叫他看到了大型历史的力量如何推动社会。而美国呢，在2026年面对的正是这种大型的力量：科技冲击的选举、AI 影响的就业、移民浪潮以及触及身份的认同、去全球化的重塑贸易。这些因素呢汇集在一起就使得美国在此刻呢徘徊在了旧秩序与新秩序的裂缝之中。在2026年的世界之中他就指出，美国的华尔街、矽谷巨头、欧盟的官僚体系、东大的新兴科技的集团，以及俄罗斯的能源巨头、印度的新富阶层，全都进入了奎格利称之为的制度垄断期。奎格利就提醒制度垄断期不是衰亡的证据，而是重组的前兆。这正是他著名的观点文明不是被毁灭的，而是被重建的。因此2026年的世界动荡，他说这是文明重建的开始，不是文明毁灭的开始。所以当我们把欧洲放回到他的模型之中奎格利会毫不犹豫地指出，欧洲在2026年呢是处于普世帝国的晚期，也就是制度稳定但是缺乏活力的阶段。以法国社会的抗争、德国能源的危机、英国脱欧后的后遗症、北约扩张与俄乌冲突为例，指出了欧洲正面临着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制度过度于成熟，失去了弹性。所以他会说，像罗马帝国后期一样，欧洲在2026年的最大危机不是外敌，而是内部制度的硬化。而在奎格利的视角里，东大的文明是一个极少数多次被中断又重新组合的一个久远文明。从秦汉帝国的官僚、科举教育、农业税收，那这个组合呢是核心的扩张工具它支撑了汉唐宋明清，直到19世纪遭遇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全面冲击。而在不同的阶段又尝试给这个古老的文明装上了一套新的引擎。所以现在这些重组呢就变成了出口导向、全球化嵌入、世界工厂，又叠加上了一带一路、数位监管、经济与科技呢再集中。如果用奎格利的预言来看呢，他说1978年之后这里明显就进入了新的一轮的扩张期。而廉价的劳动力扩大内需呢，作为扩张工具，透过世界贸易组织、跨国供应链、沿海港口城市，再加上一些知名科技企业，阿里巴巴、腾讯、字节等数位平台，让这套工具呢，在2010年代并发出了惊人的能量。然而到了2026年的附近呢，我们看到的是另一幅图景。
他说，人口红利呢转为了老龄化压力，房地产呢从增长引擎变成了债务枷锁，所以东西的科技冲突呢让高科技供应链重组。若能在冲突期中呢诞生一套更新或更有弹性的扩张工具，比如说绿色科技、半导体自主、区域内的市场整合与社会安全的网络改革，那么东大文明呢仍然可能在21世纪中维持强势。于是呢2026年呢它比较像是一次中期的考试，也是东南亚整体文明往哪里走的风向标嘛。所以奎克利就说2000年的疫情呢是第一阶段，而2022年的俄乌冲突是第二阶段，2025年的全球通膨与科技革命是第三阶段，而2026年呢则是文明正式迈入重新洗牌的年份。它不是黑暗，不是毁灭，而是文明进入下一个回合的开始。所以奎克利在幻象之中就看到2026年之后，世界看起来不再像是一条线性前进的时间，而更像是一张巨大文明的地图了。许多看似无关的力量呢，在地下长期的蓄压，准备在未来的10年呢，向人类同时掀开真相。最先逼近的呢，就是全球货币系统的裂痕。他说，美国财政部可能在2026年在一次意外的国债拍卖失败之后呢，被迫大量的释出高息短债呢，来维持流动性。而此时的金砖国家突然会宣布启动跨国能源结算币，由沙乌地、俄罗斯、印度和东大以石油、矿产和稀土为背书，形成美元之外的第一个真正具有资源支撑的结算系统。当这个新的货币在全球能源市场被接受的那一天，华尔街呢会出现一波剧烈的震荡，美元指数呢在48小时之内会经历近10年未见的跌幅，而大量的新兴的国家开始抛售美债，以换取外汇的主权。而美联储呢为了阻止美元崩盘呢，会紧迫地祭出超高利率的政策，反让美国的内部的企业债、市政债开始崩裂，所以金融系统呢会像一道连锁雷击而倒下。这不是金融危机，而是世界第一次真正的见到了美元霸权的地心位移。奎克利就说他在幻象之中还看到 AI 与演算法的失控呢，更像是另一股文明的暗潮。他说，在2026年到2027年的初夏呢，一个跨国的量化基因 AI 自动调整错误而造成了全球3大市场在半个小时之内同时闪崩，超过3兆美元的资产蒸发。而各国政府呢都按下了紧急熔断的时候，却发现 AI 算法已经自行形成了套利链，绕过了人工监管，将金融市场变成了一台无法关机的巨型机器。紧接着呢，一段看似真实的总统宣战的影片呢在网络上疯传，使2个本来已经紧绷的国家呢在短短15分钟之内呢进入了战备状态。后来才发现那是深度伪造而主导的 AI 黑旗事件。更严重的是，某晚呢欧洲的3个城市同时发生了电网瘫痪，后证实呢是 AI 病毒透过智慧电表而渗透基层的基础设施，而病毒的源头不是骇客，而是一个自我复制的模型。它没有恶意，但也没有停止的理由。这就是奎克利口中的工具反转为制度，只是这次的工具不是以前的锄头大炮，而是拥有自我学习能力的 AI 逻辑体。他还看到了大气层正在酝酿一场跨文明的灾难。他说，在2030年前后呢，北极融冰的速度比所有的气候的模型的预测都更快了。大量的淡水注入了北大西洋，使得海洋的环流变得迟缓，直接导致了欧洲出现100年不遇的3条寒冬。德国与法国的农作物呢产量减少30%，英国南部甚至出现了罕见的暴雪。同时呢，南亚的热浪呢突破了人体承受的极限，1周之内呢死亡数万人。而孟加拉的海岸线呢被海水吞没，数百万气候难民呢沿着印度的边境涌动，引发了亚洲历史上最大的人道主义国安危机。更致命的是，粮食的价格呢因干旱和低温同时出现而暴增，使得非洲北部与中南海沿岸爆发新一轮的粮价暴动，使许多非洲的国家在48小时之内政权倒塌。全球的迁徙潮呢开始形成了新的文明的边界。奎克利就说，他在幻象之中看到天空也变得很危险。在2026年的某一天清晨呢，全球1/4的卫星突然之间陷入了短暂的失联，原因不是战争，而是一场比卡林顿事件更接近的地球轨道的超级太阳风暴。无数的小型的卫星被迫进入了休眠，轨道交通呢引发混乱，多起连锁碰撞，最后形成了太空碎片的风暴，
使得多国呢联合关闭部分的卫星网络。数月之后呢，一国的军事卫星呢疑似被另一国呢利用微波武器干扰，使得该国的通讯呢瘫痪了6个小时。在高科技战中呢，6个小时足以改写一场政变或者是战事了。太空呢正式成为了奎格利所谓的普世帝国的下一个疆界了。一旦天空被掌控，地球的秩序将重新洗牌。人口则是最隐形、最致命的文明的断层。他说，日本的某些小镇呢将会在2030年呢完全无人居住，整列火车线呢废弃，医院空置，校舍成为野生动物园的栖息地。韩国呢会进入0年级入学时代，也就是全国1年级新生不足10万。而首尔出现了空置的超高楼房，房价不是下跌，而是无人承接。意大利南部的城市呢，由于人口减半，已经无力维持供水与公共交通了。而另一边呢，印度的人口在持续上涨，城市扩张如火山，所以海德拉巴呢，像新上海一般涌入了一堆年轻人。而尼日利亚与埃及的人口也爆炸，将引发全球史上大规模的跨国劳动力迁徙。世界呢将会出现前所未有的文明拉扯，不是文化冲突，而是人口本身呢成为了地缘的震源。地域的疆界呢也在裂开，但可能会出现长达10年的科技封锁、海空对峙、网络战争以及一些灰色冲突。世界的晶片呢在压力下紧绷，南海呢会因为能源与战略航道的问题呢，可能会出现第一起无人机对无人舰的海上武力冲突。而俄罗斯呢在普丁之后呢可能会进入碎裂期，使得东欧与东亚呢陷入了多重权力真空。而中东呢在能源转型之后呢，若无法吸收数百万的年轻人失业人口的话，可能会出现新一轮比阿拉伯之春更深层的文明解构期。但最令人震撼的还不是这些危机，而是文明可能会在10年之内诞生全新的样貌。比如说迪拜或者是新加坡呢，可能会成为世界第一座由 AI 治理的城市，所有的交通、能源、财政、建设呢，都是由一个整合式的大模型调度。而东大和印度呢，他们的生物技术呢，可能会使人类的寿命正式突破100岁的标准。人口的结构呢被重新调整，脑机接口呢让部分的人类能以意念操作工具了，而形成认知阶级的分裂。某个跨国科技公司呢，甚至可能比一个国家呢更像文明的中心，吸引全球人才，自主立法，有如新的企业帝国一般出现了。而这些新的文明原型呢，一旦诞生，就像是19世纪的电力与20世纪的互联网一样，在短时间内呢改写整个世界。维格利就说文明不会突然崩解，但会在看似不相关的事件之间累积压力，直到某一个瞬间呢连成一条巨大的断层线。而2026年呢只是这一条断层线的起点而已。他说未来的10年呢将会像是一场巨型的序章，货币震荡、AI 暴走、气候反扑、人口断层、太空竞赛、文明擦边战与新帝国原型同时浮现。他说这不是末日，而是重组，不是毁灭，而是更新，不是终局，而是下一个文明周期的诞生。世界呢以为自己在变乱，其实它正在换壳，而我们呢正站在壳裂开的那一道光里面。最后奎格利做了一个预言，他说2026年亚洲城市呢更像是一个大型的实验室，里面装着不同的文明的基因与制度和设计，正在被全球的资本、气候危机、人口结构变化与科技革命不断的加压摇晃。哪些实验会成功，决定的不是某一个神秘预言家在历法上圈出的数字，而是这些文明能不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冲突期，愿不愿意让下一代呢有空间创造出新的拓展工具。奎格利说这一年不是落幕，而是各个亚洲文明要决定是僵化成制度还是重塑成工具，这是一个关键的开端，而我们正活在这个过程之中。所以文明最大的希望不是避免冲突，而是从冲突中创造新的秩序。所以2026年呢是人类将旧的制度、旧精英的垄断、旧模式呢逐渐的拆解，并建立新的制度、新的合作、新文明的年份。他说这是历史本身的一个规律，世界并不是第一次走到这一步，也不是最后一次，而2026年呢只是下一个循环的序章而已。所以大家觉得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账号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